主任，您的包。啊，这你进来。不是，您早点休息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哎，这才几点啊？你进来聊会儿天啊？我又不会吃了你，咱聊聊工作。你再不进来，我生气了啊！进。随便坐啊。韩主任，我看您今天的确是没少喝啊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啊，以前给镇长当秘书的时候啊，天天替镇长喝酒。不过你说就我这个酒量啊，白的1斤起步。您酒量真好。您喝点水解解酒吧。坐。不了，我就不做了，主任。今天太晚了，您早点休息。然后我回去，我也早点休息。别走！你坐。这才几点啊？你聊聊天啊，坐。你站着没法聊。你在我身边啊，你就得跟我多学习，你得举一反三，就是你得知道我好哪口。这我还真不知道，主任。那我就告诉你啊，我呢就好你这口。主任，您这是干什么？我没懂您意思。星月啊，我第一眼看见你，我就喜欢上你了。主任，您别开玩笑了，您平时不是对我非常严厉吗？我那是因为喜欢你，这喜欢你才对你严厉的。真的，我真是第一眼看着你就喜欢你了。要不就你那本科学历，怎么可能进得了医道？对吧？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？因为啊，我觉得啊，咱们两个都是一类人。你和我都是那种不惜一切代价都想赢的人。哪有啊，主任，我哪能比得上您啊？我跟你说，真的，就是我第一眼见你的时候，我从你眼睛里头看到的，就是那种固执、热情。我一下就想到我年轻时候了。这，星月，我请你做我女朋友，请你让我在你的人生道路上助你一臂之力。你相信我，你肯定能迅速脱颖而出。主任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我没明白您的意思。什么女朋友？您不是成家了吗？就我那黄脸婆是吧？我当初那也是我当兵的时候家里给包办的。我跟你说实话吧，人这一辈子谁没点无奈呢？啊，就这么稀里糊涂就过呗，这就弄出俩孩子来，俩还都是儿子，这我爸妈就更舍不得了，喜欢的不行的。可是他们高兴了，谁理解我的无奈呀？对吧？当然了，这个俗话说啊，糟糠之妻不下堂，啊，你不能说因为啊我发达了，我就把人甩了，不要人家了，啊，这一点这个道德准则呢，我还是有的。所以说啊，我只交女朋友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什么意思？您的意思就是说，您想让我当您的女朋友，而且还
不用对我有任何承诺是吗？不，承诺有承诺，不是你当了我女朋友，我怎么可能就对你不负责任呢？对吧？你不是说想当律师吗？行，回去你就直接实习律师，1年以后转正成为正式律师。律师最怕的什么呀？就是没案子。但你跟了我以后啊，你做我女朋友，那就不愁没案子了。只要有我的案子，就有你的案子，咱们琴瑟和谐，比翼双飞。所以我说，就凭你这个聪明劲儿，你这漂亮脸蛋儿，用不了2年，你就是著名的大律师。主任，这样不合适。您是我老板，怎么能这样呢？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？这个老板啊，他就是这点福利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我不喜欢你身上的酒味儿。你干什么呀？你放开！你给我站住！我告诉你啊，出了这个门，你就别想在医大混了，狱中室你也别想待下去了。有什么话你不能别过来！好好过来，我叫人了。我告你性骚扰。这屋里就咱们俩，你说我骚扰你，我说是你情我愿，那你觉得法官会相信谁的呢？我有证据。我第一眼看见你，我就喜欢上你了。我请你做我女朋友。请你，咱们做人得厚道。你这没事，你录什么音呢？你赶紧删了。我不删。不是你这，你别过来。你相信我，你相信我，你肯定能迅速捉妖。说吧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没明白您的意思，什么女朋友？我没有想干什么。至于女朋友，你不是有于律师了吗？你这样不怕他翻脸吗？你这是想敲诈我是吧？我没有，我只是觉得他对我来说是一种保护。这就弄出俩孩子来。时候不早了，你休息吧，我走了。进来。主任，这次去上海的单据，麻烦您签字报销一下。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我的2个月实习期已经满了，您看什么时候可以给我转实习律师呢？那我要是不给你转，你还就拿着那录音就告我去啊？
删了。那谁知道你有没有备份啊？您觉得我是那样的人吗？好啊，有胆魄，敢说敢干啊，这是我们医道最需要的人才，我喜欢。行吧，你去准备一下实习律师的这个申请材料啊。从今以后呢，咱们就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了。我怎么要求别人，可就怎么要求你了。谢谢。一般实习律师是没有底薪的，咱们这儿照顾年轻人啊，每个月底薪是800，比你原来当助理还少700，但剩下的钱就得靠你办案去挣了，行吗？行。小何，那你这就算是过了一关了，是吧？我觉得算是吧。那你转正的时候，恐怕还会拜托我的。来，你试试合不合适？合适。哎，你看，咱跟村里签这合同写的清清楚楚，50年期限，这还不到10年呢，凭啥说变就变？咱跟冠才签的合同也是30年的期限，这事咱占理，村里不能随便征咱家地。你今天去怎么跟他们说的吗？也没说啥，就跟传家吵了一通，也没个结果。咱俩今天把这个合同好好捋一捋，明天你去找书记和主任说说，传家不讲理，他们不能不讲理吧？还是你去吧，我怕我说不清楚了。你没事儿吧？你看看，你是乙方，你是咱家户主，这事儿得你出头露面。今天传家还拿这话挤兑我呢。哎，咱家不是不一样吗？咱妈不说了，咱们家你做主了。咱们家是女主外，男主内。你瞅你那样子，你就不怕村里人笑话你啊？我怕啥呀？哎，我媳妇儿能干，那说明我有本事啊。这些情况我都清楚啊，你没有把他拿来做什么？哎，书记啊，我们就是还是想把那个地，这还是种菜，而且那个合同上也有这么说，而且，万书记，我们就是不明白，村里有那么多地，为啥非要征我家这块地？你也知道，我公公跟庆来，他们俩就和地亲，没了地都跟没了魂似的，并且我们为了种有机菜，和销售商签订了合同，要定期供应。为此，我们投了一大笔钱，这刚把大棚建好。哎，您当时不是也知道的吗？还挺支持的。是，这情况我都了解啊，你公公我当然更了解了，是吧？当时是说非你们家这块地不可的时候啊，我心里还真是咯噔了一下，可没想到啊，你公公跟庆来呀有觉悟，啊，通情达理，当时就答应了，我就放心了呀。万书记，他们那不是答应，他们那是不敢不答应，他们不举手，怕您不高兴，怕村里面人看笑话，回去之后可难受了，连饭都吃不下。所以我们这次来呢，也是想跟您再商量商量，为啥就不能再另换一块地？媳妇啊，这个事儿啊，我们也确实村委会也商量过，啊，但是按国家的政策，是吧？传统耕地是不能用来建工厂的，而且咱们现在建的宝金品厂的附近，确实是也没有一块完整的地，是吧？只有你们家的这块河滩地，在政策上呢，它属于这个荒地改造，也不犯毛病，这就是巧了，
没有难为你们家的意思。虽然咱们两家过去啊有点状况，但我希望你不要多想，啊，这个厂是一定要建的，这块地也一定要用，村里来征用这块地也是有道理的。幸福，你是个明白人，是吧？有句话叫“集体利益高于一切”，个人服从集体，少数服从多数。你看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吧？所以呢，回去做做你公公和家里人的工作，是吧？想种菜嘛，啊，哪儿还不能种啊？啊，这个方面呢，村委会也会积极的帮你们协调。至于这个征地补偿损失的这个部分，由村里出；你地上物的这些损失由集团出，是吧？有了钱了，哪儿不能种啊？是吧？万家庄那么多村民，你可以租用他们的地种吧，是吧？那片地呀，当年我可没少费心思啊，起早贪黑的干，除草施肥，我是生生把那块地的亩产干得比别人家多收100多斤粮食呢。咱们万家庄啊，有上千户人家，耕地本来就不多，万家庄能人多的是，愣是没有一个人在种庄稼上能超过我呢。哎，他们嘴上不说，心里没有人不给我竖大拇指的，这你问你妈。哎，可不是嘛。可惜了，那块地没了。就这点本事，合法，他吹了几10年了，这现在完了，地没了，没得吹了，我耳朵根子也清净了。你还是不是农民？我是农民，我是农民就得好好种地。我不想当农民，这么多年你没看我弄着孩子们玩命的学习，咱家庆志研究生，秀玉要不是在考场上没发挥好，现在大学都毕业了。最惨的就是庆来，打小让他背在背上满村子去捡粪去，弄得一身泥，喜欢种地，要不真是个学习的苗子。你这个死老婆子老跟我作对，你要有本事，你住到城里去，别待在这儿。你以为啊？我告诉你，庆志成了亲，生了儿子，我就到那给他看孩子去。我闲了，我去跳广场舞。我买个纱巾，我再，拍张照片，耶，拍完了我就给你挂那儿，气死你个臭老头子！上喝点儿。哎，幸福啊，那万书记还说什么了？准备给咱们赔偿多少呢？地的补偿咱们村里有统一标准，地上物的补偿，说让咱们回来仔细核算一下，报个数给集团，他们研究研究。明天啊，我就去村里找一块合适的地，动作要快。我赶在这个开春前，我就把这个菜给种上，是不是？哥，这要我说啊，村里把钱补了，你也别种地了，你跟我去集团，风吹不到雨打不到的，多好呀！我要能干那个事儿，我早去了，我不是干不来吗？你啥事儿不都得听人吆喝，是不是啊？我又不太会说话，你跟人家上班，你不都得交流吗？说话吗？我干不来呀。他们不种地，那是因为他们懒。我只要勤快点，我不比你在这个厂里挣的少，真的。这个有机蔬菜大棚，如果按你嫂子的设计，我们这个年收入15万，那不是梦想啊，20万有望实现。看你平时不言不语的，啥时候变成这么大心了？我跟幸福算过，你问幸福是不是啊？吃完了吧？厉不厉害？搞笑不？大家，你有没有个当爹的样啊？啊，这孩子还没吃完饭呢，就带他玩上了。你当爹的，你给孩子做一榜样。那他不吃，我白开水往里塞呀。来，爷爷喂啊，来，好孩子，鸡蛋哈，行嘞，鸡蛋，你看我就说没吃饱吧，来鸡蛋，你说你一天怎么就老盯着我不放？我吃饱了，我还要玩呢。这就来给，你就惯着他你啊，给你了。你就好好惯着他啊，对有你受罪的时候。我跟你说话呢，你能不能听听？说，我说我这么大人了啊，你平时能不能给我点面子？
你别不分场合的训我，挺大个集团我管挺好的，别人都挺尊敬我的，怎么到你这儿就看我横竖不顺眼呢？一边去吧，那是尊敬你吗？啊，那是因为我面子大，人家尊重的是我。行，你脸大，啊，好事都是你的，黑锅全是我的。这是另外一码事儿啊！我对你要求严，我这是对你好，是不是？你别一说你就不对的地方你就不爱听。从小事到大事，那谁，我问你，那个昨天幸福到集团找你去了吗？你怎么对待人家？说什么了都你？你听说什么了呀？他上你那儿告状去了？他说什么了？怎么还给脸不要脸呢？怎么说？当着孩子你是怎么说话呢？好歹你也是集团那么大的领导啊，你得学会跟村民打交道。啊，你得有个方式方法是吧？人家从上级下来检查的干部还讲蹲得下身，沉得下心。你本身就是一个集团的领导，你天天跟这村民们你就穷横，趾高气扬，你怎么能带好这集团啊？我这优点不都随了你了吗？啊，你说你年轻的时候带着你那18罗汉，跟外村人打架打少了，那村里面那些无赖懒汉你也没轻饶过呀？啊，这会儿说起我来了，我当年的是没有办法。现在时代不一样，时代进步了，你还能停留在那个时候吗？再说我现在也觉悟了啊，我这么多优点你看不到，怎么过去那些不好的事你都记着呢？行啊，我以后多看看啊，我争取看到点你身上的优点。养不教，父之过啊，你也多琢磨琢磨吧。你有这功夫在这给我扯这些，你面壁思过去吧你。就不该养你，我就。你这孩子，你看你家，哎，猴子，哎，吃钱，快点，正好，来，把这个那个什么协议看一下，来，福生你的，来，庆来你们家的，棺材，你们家的，都到了是吧？都到了，咱们就坐下开会来。这最近啊，咱们万书记一直在忙活这个建厂子的事儿，在集团那边啊。但是咱们这个村里征地的事儿呢，咱也得抓紧，所以说呢，这一块就由我来主持了啊。这个根据咱们国家的政策，还有对你们各家的这个土地的评估，咱们村委啊出台了一个这个方案，现在都在你们手里呢啊，都仔细的看一看。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就签个字。回头呢，让这个会计把款呀直接打给你们。这件事儿呢，咱们就算定下来了啊。太欺负人了！凭啥他们家补20多万，才给我5万多？你喊啥呀？这都是按照国家政策办的事儿啊。这每亩地都是按3年的平均产值，再乘以6。这么计算的才得出来这么一个数据啊，是不是？你就说你家那地，你这些年你养种了吗？不都荒着呢吗？那村里头按每年2季度给你算的，是不是？每亩地按1600块钱，那乘以6是多少啊？6 6 36，不是9600吗？你们家总共是5亩2，那算下来是49920块钱，最后村里给了他5万块钱，还亏着你了。那凭啥给庆来他们家补20多万？那庆来人家那地种的是啥？人种的是有机蔬菜。人每天都起早贪黑，忙里忙外的，人家指着那块地活呢，是不是？你那地能和人家地比吗？人家那地按照每亩这都是8200块钱算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家那地上他也种着菜呢。那菜是你种的吗？那不是人家庆来种的吗？我不管，我要求一视同仁。书记呢？我要跟我叔说理。你说啥呀？就你这，你冲你叔嚷嚷2句，你试试，你叔不得踹死你？还找你叔呢？今天把你们叫过来，咱是坐下来商量这事儿，是不是？就这村里出台这方案，你们看看，要有问题有疑义提出来，咱好好讲道理，好好说话嘛。别，那胡搅蛮缠的，不讲理。谁胡搅蛮缠了？哎，你瞅瞅，你瞅瞅，你自己瞅瞅啊！我不讲道理啊！你自己瞅瞅，到底谁不讲道理？我们家5亩2，49000块钱。春贤他们家，哎，自己看看，5.3亩地5万多块钱。
凭啥他王庆来家也是5亩2，就赔20多万啊？这上哪儿说理去啊？我们3家加一块没他1家多。你俩哑巴呀？说几句啊？我没啥意见啊，只要有政策，公平就行嘛。公平个屁公平！福生，这么说话吗你？走。万家人啊，还不如一个外姓。什么世道？灌财？咋了？灌财。主任啊，要不您决定好了再通知我们吧，我也先回家了啊。走吧。你们就闹。蔡干叔，现在这光是土地的补偿，那我们对大棚的投入和地里的菜该怎么算呢？你看是这个我这儿只是负责这个土地的补偿，这地上物的补偿呢都由集团那边出。但是你们放心，该多少是多少，都是实报实销的。你们投入了多少，根据交给集团发票的总额，这集团那边呢就补偿你们多少啊？哎，你那账算完了就可以报给集团那边。我们这一开始也不知道这事儿啊，就好多东西都没开票。哦，没票啊？没票这不好说啊，这本来这个保健品厂就是合资建设的，到时候一算账，2家一对账，这一点都不能含糊啊！啊，不管怎么说，这个票据都得找齐了呀。哦，行，那我们再回去想想办法。铺设管道人工费4000，搭建大棚4000，材料费26万。当时有些材料为了省钱没有开发票，应该不止这个数。不行，我还得去地里数一数。我跟你一起去吧。不用，你这身子不方便，我去就行了。你再算一算啊。行。这基本情况就这样，方案呢我都给他们了。那庆来倒是没说啥，就是问了问地上物的补偿。我说这一部分呢，这个集团会单独给他另算。春贤呢也还好，就是灌财先闹的，后来这福生也就跟着瞎起哄了。我看这个问题啊，还是出在这个灌财这儿。后来闹得实在是有点不像话了，我就把你这本家侄子骂了几句。你就该踹他2脚，臭无赖！他就是看着人家庆来家的补偿款眼红。是，这事儿我也是大意了，我应该把他们分头叫过来聊，也就没这事儿了。没有必要，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。再说咱也是按照政策办的，你跟他们单独去聊，弄得互相猜疑，那更有了话瓣了。你就跟他们说，如果再闹，就不按最高的补偿标准了，就按最低线。明天我跟他说。明天不是还要去城里头跑贷款吗？我忘了。行，还有点时间，你叫他过来，我现在跟他说。喂，哎，你好，是金华祥瑞管具厂吗？我们之前在你这买了一批农用大棚水管，没有开发票，你能帮我查一下记录，帮我补开一下发票吗？这个事儿得问一下我们财务啊。哦，那你把你们财务电话给我行吗？那你记一下吧。好，说。别瞧了，进来吧。叔，你找我？刚才路上看见撵事的冬枣，上楼之前我都给你洗完了。你小子还真有心思，就是没用到正地方。我那小时候那是身子骨弱，但是不傻呀。你不是不傻，你是太聪明了。我问你，那征地补偿款签字的事儿，你先闹什么呀？说，凭啥王庆来他们家拿那么多？凭人家勤奋，凭人家用心，
人家伺候那块地都是早出晚归。你那么着，你那块地啊，每年要是有个18000的收入，我也按6倍的标准补偿给你。你看看你自己，春天撒把种子，到秋天都见不着你人，打点粮食都不够喂鸟的，你还好意思比啊？那我不是身体不好吗？那集团也给你安排了轻省的工作了，你好好干了吗？迟到早退旷工，你都占全了，你当我不知道啊？我是看你爸的面子上不跟你计较，专门把你找到我办公室来谈这事儿。你当我这地儿谁都能来的？别蹬鼻子上脸啊！我还告诉你，你这块地啊，集团已经按照最高的标准补偿给你了。少废话，赶紧把字签了，别再生事儿。不，你给我再说一遍。我不服，我不签。你哪不服啊？你凭什么不服你？那凭啥他外甥拿得多，我拿得少？有点病，我就不服。你真不服？我告诉你爸，我打死你的狗腿！你服不服？赶紧滚蛋！打我也不服，我就不服！你滚！我就不服！我就不签！赶紧把它签了！我就不签！什么王八蛋！夏良，那个征地补偿款的事儿，我已经跟冠台谈了，他没意见，啊。还有啊，台良，这个都是本乡本土的，能照顾就照顾一下了。啊，他们这3家呢，每家你再给他们拨2万块钱现金。还有那个青来家那个租地款，就别让他们退了啊，从那给补上。对你重新再拟个协议，让他们把字签了，这事就算了了啊。我这边现在集团的事太多，村儿就交给你了啊。当时咱家存款17.6万，加上我那3万块钱，再加上银行贷款的20万，一共是40.6万。咱们修建大棚、连工带料，再加上买菜种，一共花了是39.6万。但是我跟庆来在整理票据的时候，发现只有不到32万，剩下7万多没有票据，可能会说不清楚。多少？7万块啊！幸福，这不让你管家，你怎么管得家啊？爸，我当时不是为了省点钱吗？为了少付点利息，紧打紧算的，我只贷款了20万。但是现在东西涨价快，如果真实打实的买，那40万根本就不够用。我真是为了能省点是点，能便宜点是点。买东西的时候有很多就没有开发票，可是裁量书说地上物补偿需要正规发票才给报销。我们也联系了当时厂家，人家说了，只给打收据或者开白条，正规发票根本就不可能。也不知道能不能跟他们说一下这个情况。没用，集团一切都是正规企划管理，所有制度都一清二楚的，尤其是财务这块。就你懂得多，你就知道了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考会计证就是为了进集团财务，就这部分我都学过。你这个死丫头也是瞎折腾，在办公室好好待着有什么不好？非要进那个财会室，你也是瞎折腾，都在这瞎折腾。爸，哎呀呀，你别说扯远了，扯远了，这个补偿的事还没算完呢。哦，对，咱先把这事说清楚。幸福啊，7万多块钱呐，我跟你妈辛辛苦苦的也就攒了这10来万块钱，这一下7万多就没了啊！当初我说什么来着？这事不靠谱，花这么多钱干这事能有个好吗？你还说敢想敢干呢？干啊！现在怎么办？爸，人家幸福不也是为了想多挣钱吗？挣着了吗？挣着了吗？这不就瞎折腾吗？说你，爸，你别着急。我承认，我当时做事的时候确实没有想过后果。我自己捅的娄子，我会自己想办法补上。明天我就去找他们，跟他们说明一下这个情况。我也给我妹打电话了，她也帮我咨询了一下，她说这种情况是可以谈的，只要双方认同，出具协议，是可以作为补偿凭据的。实在不行，我就去找第三方来进行评估。我就是想着，
就算是亏，也不会亏那么多。那损失多少，他不也是损失吗？有完没完的？传家哥，这事儿我们能直接找书记谈吗？老万他是董事长，管不了这么细枝末节的具体事儿。公司的财务部分呢，一直是我负责的。你们就算找到他，还是推到我这儿。行，把咱那票拿出来。这个发票，317680。这个收据呢，是后来我们联系厂家后补的，7万多，您看看。7万多啊！菜苗、镰刀，这个农膜，嚯，这还有白条呢。行，我知道了。那回头啊，我让财务把这317000多打到你们账上，回头我也弄个协议，你们签一下，这事就算了了。其他的不符合财务规章制度，就算了吧。啊，不是传家哥，你不能这样啊！这我们家投了这么多钱，你到你这儿不算了，那我们家不是亏大发了吗？这个那也不是我让你投的钱啊。再说了，这投资都有风险啊，对吧？这不是你村里要占我们的地吗？要不然你没这样的事情啊。什么叫村里要占你们的地啊？啊，这土地都是国有资产，是吧？再说我们征地，那都是符合国家政策的。不是这样说的，不是。好了，庆来啊，咱们干什么事儿都得有个规矩。就这发票上有多少钱，我给你多少钱。至于其他的，你就别跟我胡搅蛮缠了，好吧？是这样的，小万总，我之前跟书记聊过了，他说了，补偿政策就是投入多少补偿多少，所有的损失就是谁征地谁补偿。我们明明就是投入了39万多，那7万多块钱也是实打实的投入。现在你们说非得开发票才能报销，我们只好补了这个收据。那按照书记说的，那就是该集团补偿。别跟我一口一个书记说，一口一个书记说的，不是你什么意思呀？你现在是拿我爸压我呢吗？我告诉你，书记说他说的是原则，具体这个事儿怎么办怎么操作，那还是我说了算。你们空口白牙的啊，你说7万就7万，那你要说70万呢，我是不是也给你啊？我们就投了7万，我们只要7万。没有，我再跟你俩说一次啊，发票有多少钱，我给你报多少钱，317680，对吧？1分钱都不会少你们的。回头我让财务把钱打给你们，但是除此之外多1分都没有。你们就告诉我这个钱你们要还是不要？这我怎么要啊？我们花了39万多，你现在给我报31万，那剩下的7万多不就白白损失了吗？我咋跟家里交代呀？那要实在不行，咱们就找第三方来评估。那地面上的东西都在那摆着呢，我也不是凭空瞎编乱造的。好，找第三方做评估是吧？好，那咱们之间啊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啊。来，收好你们的东西。幸福。喂，幸运，你上次跟我说可以找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地上物的价值进行评估，那这机构在哪儿找呀？你帮我问问。哦，是，这事儿挺麻烦的。行，我知道了。你说你们怎么能弄成这样呢？我当初就说这事不靠谱吧？你非要弄什么大棚菜？咱们是农民，就好好种地过日子，瞎折腾什么呀？悄悄的吧你啊！庆来，带你媳妇上楼歇着去，啊！爸，妈，歇着去吧啊！慢着点儿。我说你个老头子，你有溜没溜啊？你没看着幸福大着个肚子，那可是怀着你老王家的种。你再说了，孩子们没黑没白，地里村里几头跑，算账谈事儿，他们闲着了吗？啊，钱拿不着，他们高兴可是。
你这当爸的，你又帮不上忙，你就会在屋里头叨讨人嫌呢。那赔的都是钱呐！钱有幸福肚子里的孩子要紧啊！那先喝点热水。来，吃个这个，特别好吃，对身体好。是不是跑累了？肚子有没有不舒服？看见爹着急成那样，我心里也不舒服。这事儿都怪我。咱爹就是那个样子的，他一提到钱，他特别爱计较，爱上火。他是冲钱急，不是跟你急，别那么想啊。要不我跟那个庆芝打个电话问问他？行呀。哎，哥，怎么了？哎，庆芝啊，还是那个征地的事儿。本来呢，现在说的挺好的，但是因为一些那个票据的事情啊，现在有7万块钱说不明白。我们呢也是没有办法了，所以想跟你商量商量。哎呀，我也说不清楚，我让你嫂子跟你说吧，啊。喂，庆芝。嫂子，你说。我和你哥租地建蔬菜大棚的事儿，你知道吧？现在我们跟村里因为赔偿的事儿产生了一点纠纷。嫂子，现在农村征地的事情是很复杂的，各地的情况呢也都是不一样的。不过咱家这件事儿啊，还是挺简单的。我个人觉得问题不大。而且现在啊，农村征地在政府有专门的调解部门。我的建议是这样的，我们呢把这件事情呢写得清楚一些，向有关部门反映一下。做一个申诉请求。现在中央呢对3农的问题还是很重视的，原则上呢就是不让农民吃亏。哦，行。但是这事儿我能说清楚，可要是写，我写完往哪儿寄啊？这样，嫂子，你把事情写清楚，我帮你寄。哎。啥意思？就是写情况。小林，停一下。万书记，万书记，我这儿等你半天了。你这是堵着我呢？哎，是，我想跟你说点事儿。行。小林，你先回去吧。哎，好。什么事儿啊？你看，这不庆来和幸福去找船家，万书记好，就谈那个补偿的事儿，没谈成。小事啊，要说也怪你们。是，船家这么做也没什么错。是，我知道，主要是我那儿媳妇啊，心太野了，非要搞什么蔬菜基地。我就给庆来说，你就告诉他。刚过门，好好过日子不成啊？他不干他。书记啊，你看这7万块钱，如果真打了水漂，对我这小门小户的人来说，我承受不起啊。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，庆来这才刚结婚，庆志
还没成家呢，秀玉连个对象都没有，这钱对我来讲，那真的是一笔钱啊。岂不是真能给我添麻烦？哎，是净给你添麻烦。行，我再了解一下吧，啊，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能解决一下。哎，为这事儿，我那儿媳妇儿没少打电话，也没少找人。听她娘家妹子说，这事儿咱们可以找一个中人来算一算。什么意思啊？还想找个中介评估一下？是这意思。我媳妇真能。她能啥？她就是能不够她。要不是她这瞎折腾，这不净给您添乱了，这是给村里人添麻烦。行，这事儿我也知道了啊。好，想办法吧。好，行了，我走了，我还有事儿呢啊。哎，哪天到家来喝酒？哎，好啊，喝酒。吃着呢。你回这么晚啊？吃饭了没有？问的废话，我要是吃饭了，我这点回来啊。给他也拿一杯子吧。乖乖的。在公司跟刘工临时又开了个会，把那个基建的日期又具体核实了一下。哎，你那个贷款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我这边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你别等到回头我把那个设计的事都办完了，你贷款不到位，贷款一到，我随时能开工。哎呀，贷款的事儿你交给我吧。那这回保健品厂这事儿呢办得不错啊，提出表扬啊。这喝了多少呀？这还对我提出表扬了？喝美了？少废话。你呀，就是应该对我多放心啊！你像贷款这种事儿，你交给我去办，我一定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。以后你多在家里享清福就行了。我倒是想在家享清福了，但我说你这小子，你为什么干什么事儿哈，非得节外生枝，整出点事端来呢？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啊？青台下征地的事啊，你是不是难为人家了？这事儿我占着理呢，别冤枉我啊！占理也不能得理不饶人啊！啊，小门小户的干的事不容易，这票据不全不就是为了省点钱吗？再说了，这他投这地里的钱，那大眼一看就知道，报损40万不算多啊！再说老王家也是本分人家，不会胡要的。我承认，我是看他们家那媳妇儿有点不顺眼。啊，我就知道毛病出在这儿了。这回你逮住机会了，整人家是吧？我整他还真犯不上啊。这种事儿我帮他是情分，我不帮他是规矩。本来就是求我的，对吧？还一天到晚跟我趾高气扬的。我想起你当时贴那告示啊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。啊，他还跟我说什么？他跟我说他要找人评估一下。评啊，你让他评，认不认在我。看你这个德行，能办成什么大事儿啊？我还指望你能接管万家集团，接我的班，当万家庄的带头人。就这点心胸，你怎么能跟一个普通群众置气呢？我就是想让他知道规矩啊，别自以为是，不知道天高地厚的。可以了，啊，差不多就行了。老王家知道你这个总经理厉害了。今天我回的路上，有德蹲在半道等我的车位，这事跟我聊了半天。陈家，这个面子还是要给的，啊。再说马上就要开工了，啊，贷款一下来，你地挣不下来，这利息一天多少钱啊？这个时候还跟一小媳妇较劲，趁着他公公求我，借帮下驴得了，啊！你看，我就知道，你这个人啊，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啊。他找你给你卖惨，说几句漂亮话，你就惯着他们。爸妈，这是2笔款的折子，地款是255840，地上物补偿是26万1。这么多钱？咱们还是得重新再找块地儿，重新开始。这钱还得再投进去。哎，那再说吧。哎，我觉得这儿不对哎。地上赔款不是说的是39万吗？啊，你看26万，3926，差了13万呢。这不是咱家地里那管子，还有大棚，一共折了13万。不过这些都还能用，咱们再到别处重新搭建。这部分是我和裁量叔一起核算好的，咱家不亏。哦，这13万还能回来？行，吃吧，都凉了。
赶快让那个幸福收好了。什么呀？哎，爸，这里面还有人家幸福带来的3万块钱呢。我知道，放我这安全着呢。别忘了啊！哎呀，这段时间呢，你们呢前后忙这事儿，总算有结果了，庆祝一下，喝点酒。那喝点吧。这几把刀啊！哎！啊，来，少喝一点啊。来，为啥给我倒水呀？你怀着孕呢，以水代酒吧。来，来，咱们庆祝一下。好好庆祝一下。辛苦了。其实我们就是跑腿。这次最主要还是因为爸跟万书记说的这事儿起到很大作用。那是啊，想当年，万书记带领村民进山采石，我是第一波跟他去的，这个面子他得给。还有一件事我没说过啊，就是当年有一次啊，是从山里往山外运石头，这一下就跟水滚村的人呢就发生冲突了，眼看就要打起来了，很多人都害怕了。我走到单堂旁边说：“单堂，打不打？要打的话，你发话，我上，干不干？”哎呀，这酒还没喝呢，醉了。行了，单堂是你叫的，万书记。不，他那时候就不是书记啊，那时候我们都叫他单堂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现在我们坐在一块儿，要去说起当年的事儿，我们叫他单堂，他也得应着。最厉害的时候，也是最辉煌的时候，我们俩走在村子里边，碰见小传家，他要敢不大声喊我一声叔，他爸非踹他一脚不行。那现在传家还喊您叔吗？现在啊，他是那人是集团的领导。哎呀，现在是喝酒了，现在喝酒，来喝酒吧。不是，喝酒。哎呀，今年呢，收益不错，啊，咱们小老百姓呢也好好高兴一回，咱们好好过个肥年，行不行？行，太美了。就是庆志跟他们领导慰问去了，今年回不来。没事儿，这不庆志姐是工作吗？只要咱们一家人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的就行了。你咋不等做好饭就跑出来了？来歇会儿，吃点东西。好，马上就来。不，鸡蛋红薯啊！唉，咱这菜种的晚了，现在地已经不是咱家了，也不知道拆大棚之前，咱这菜还能不能再卖上去茬。书记不说了吗？先建厂房，后盖那个污水厂。那拆之前肯定会提前通知咱们的。我觉得这菜肯定能卖出一批的。嗯。回去了啊？是啊。这万书记啊，对你们这事儿挺操心的，啊，村委会呢，有经过重新开会研究，啊，决定了，给你们每家再多补上2万块钱。这可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儿，啊，这下总该满意了吧？看看这个协议没什么问题，就赶紧签字。
庆来家咋没来？他们家情况比较复杂，跟你们不是一回事儿，啊，还牵扯到和集团那边的一些费用，都已经办完了。那他家是不是补的更多啊？他家1分钱都没补，而且我还跟你们说，庆来预付给你们的那个土地租金，你们也不用退了啊。村里头该做的都已经做了，你们要是再不满意，还不签字，那这事儿我可就不管了。别，主任，谢谢您啊，给您添麻烦了，要不就这样吧。这合同都是1式2份啊，都签上字。回头那个我让会计把钱给你们送家去。主任，我们先走了啊。走了，主任。不能比2万都给了，差着比吗？哎，拿一份棺材。哎，郭才，啥事儿啊，主任？你回来，你这写的啥呀？啥意思啊你？能有啥意思？就协议上的意思，我不同意。你成心捣乱是不是？我没有，我就是觉得你们背地里偷偷把庆来他们家地这事儿啊给办了，这里边肯定有鬼。有什么鬼呀？有鬼？那时候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庆来家情况和你们情况不一样吗？村里头都是按政策办事儿，你不信你可以到县里头去查查规定去。我不去，我就让村里给我办。庆来家地补多少，我家地就得补多少。不是我说你是在这耍无赖是不是？我没有，我这不是给你讲道理呢吗？讲什么道理？你这就是耍无赖呢！你，我告诉你，你要这样，这事儿我还真管不了了。我告诉你，爱管不管？我还真就不管了，你爱找谁找谁去。什么玩意儿？媳妇儿，你辛苦啊，我继续去弄去。啊。庆来，庆来，哎，咋来了，老崔？我听说村里要收你们家地啊。啊，对，村里要在我们这个地方盖一个那个污水处理厂。那咱说好的有机蔬菜供应还算不算数了？算啊，我还要种啊。你地都被收了，你还怎么种啊？你别着急，村里要征我们家地，我们也没办法呀。但是村里给我们补偿了，我们也正打算再重新找块地方接着种。大妹子，那我得等到猴年马月去啊！我跟人家城里超市都签好合同了，人家也把有机专柜准备好了。这按道理说，你们家这些菜再过几天就该上市了。你说我这算得好好的，你们怎么弄这么一出啊？过几天这一查没问题啊。村里不会这么快扒我们家的地的。那你后边的菜呢？那后边呢，可能就要等几个月了。庆来，你拿我开心的吧？不，这有啥嘛？你有我们的菜，你就先卖着呗；没有你就卖别的。之前那个没开专柜的时候还不卖菜呢，超市啊。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。幸福啊，我看你是个明白人，你说咱这事咋办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您看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我们弥补一下？我是真没办法了，我跟人家城里超市那是有合同、有违约责任的，那就跟咱们签的合同里写是一样的，因为其中一方给对方造成了损失，那要照价全赔的。你按现在这种情况，我要向人城里这几家超市赔6万多的违约责任的。你们要不信呐，过2天我把那个合同文件带来啊，省得跟我骗你们似的。不是你这个咋能怪我？我们也不想这样呀。哎，那你让我找谁去啊？行了，咱啥也别说。不是你都按合同办事儿，这个跟我们咱就按合同办事儿，按合同办事儿。哎，咱们商量商量好不好？反正这钱我不管，哎，你们出。你别着急呀你，老陈，啊，不是这怎么弄呢？他凭啥找我们要钱呢？合同里是有写，是我这疏忽了。那咋办啊？6万块钱，
这好不容易才把这个7万块钱要回来，这6万块钱又没了。你别着急，我记得裁量叔那次说，征地的损失只要说清楚，征地方都是要赔偿的。这事儿比票据的事儿要好说。再加上有超市和老蔡作证，回去我就找他们说清楚去。哎呦，怎么了？啊？咋了？没事没事，闪了一下好像。闪了一下。啊？要不要紧啊？啊？没事，缓缓就行。要不要去医院看看？不用。啊？你给我。要不然我先把你送过去。哎呦，你看看这大年根最后一天了，咋又闪着了？哎呀，妈，没大事儿，我躺会儿就行。我觉得趁着年末把该出的事儿都出了，明早大年初一，一切就都新气象了。这孩子心真大。哎，你真没事吗？真没事儿。那我现在就去找他们，省得夜长梦多不人找他们。哎，你要不要等我缓一缓，咱俩一块儿去啊？差不多，都跑了那么多趟了，我心里也明白。就像你说的，今年的事儿咱不留到明年，你好好躺着啊。让他去吧，碰着事儿让他也练练，别跟他爸似的，在外头啥事儿扛不住，就知道窝里横。原来采石场的这一块施工比较方便，大型机器容易进场，有1个月的时间，基础设施基本能够完成。过完15就可以动工了。好，等这边差不多了，咱们再开始盖污水厂。我觉得目前刘工这个计划啊挺好的，你们说呢？是，挺好。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书记，找你那个有点事儿。赶紧说。还是那个补偿的事儿。今天那个老蔡来找我，他说他和那个城里的超市还有一个补充协议。谁是老蔡？就是买我们菜那个老蔡，他也姓蔡，所以我们就叫他老蔡。真行，我这开会呢，这是。你去找谁？找专家，跟专家说啊。好，那我先去啊，叔。去吧。哎，我怎么没听明白啊？你刚才说这是什么钱？这超市罚老蔡的钱，老蔡说这个钱得我们出，但我觉得这个钱是因为村里要占我们的地，他出的这个问题。行，我听明白了啊，意思就是，但凡是跟你家这块地沾点关系的，你都得找我来要钱，是吧？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不是这意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前面那7万块钱就不该给你，怎么了？刚骗到手7万，翻过头来又要6万，怎么还没完没了了呢？那7万块钱怎么能说是骗呢？不是骗的是什么呀？你票据呢？那是我爸跟王书记说好的呀。对，你说的可太对了。你们家不就这点能耐吗？知道我爹念旧，你们就装可怜。但是庆海，我跟你说啊，做人得厚道，差不多得了。不是，这个钱跟那个钱它不一样，这个钱是能说清楚的呀。行啊，来，那你跟我好好说清楚一点。之前我们跟那个超市他签过合同。说，你就来干什么？这不年三十了嘛，我看您还为村里人操劳，这是心里不落忍。这不要给您送枣来了。那你要拿你这个枣跟我换点什么呀？这不还是那个征地补偿款的事儿吗？补偿款不是给你们每家都补了2万了吗？是，是，可是那比庆来他们家还差得远呢。就你的地也敢跟人庆来家比？人家种的那要是海绵田，你那就是柏油路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们家地按庆来家的算呗？不是，叔，那我哪能那么不懂事儿啊？那你想干什么？
我不是想着，村里既然多给补了2万，那就能再多给补个4万或者5万呗。你还真敢想啊！那行，你定，你说了算，你坐这儿。我说了不算，当然您说了算，您坐。给你补那些钱，你也拿钱干嘛呀？说，我这身体不好，平时挣的也少，您那侄媳妇儿啊，带着俩孩子，平时怪可怜的。我想着这不赶上这事儿了吗？能多拿点，我这也能改善改善。你改善个屁呀你！我还不知道你有俩钱不是喝酒就是打牌。我都替你媳妇儿不值，嫁给你这么个东西，还大概他们跟我说事儿。我还告诉你，马上我就跟财良说，拿到的钱你1分钱都不想得到，我全交给你媳妇儿。不是，叔你咋说还生气了呢？就算补不了4万5万的，那再补个2万3万的呗。就算比不上庆来他们家，那比春贤跟福生他们多点，我心里也舒坦呀。你舒坦不了，我告诉你。你这种人就不能有钱啊！越有钱变坏就越快。叔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我不就想多要俩钱吗？是，那您就算不看在我的面子上，那看在当年我爹跟您开山采石头的份儿上，那要不我叫我爹来，庆来不就是把他爹叫来了，求你就批了，总得一碗水端平吧。反正我爹身体也不好，我娘更别提了。我这身体也不行，那要不年30晚上就跟您家吃饺子？今天，呀，真是个臭无赖哈！王八蛋！我今天就替你爹教训教训你，老万家怎么他妈出了你这么个东西？哎，说不要脸！说给我滚！不是说君子动手不动手，说那句滚！别说，别拿了，别拿，明儿我给你拜年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喂，万书记。大梁，吴水长征地的事儿，管他又来找我来了。哎呀，万书记，你这侄子太难缠了，那别人都同意了，就他不签字。我知道，我刚把他撵出去了。你这么着，你现在那个拿上协议，带上会计上他们家去，他不签让他爹签。我就不行治不了他了。拿到的钱啊，1分钱都不要给他，全都交给他媳妇儿。出事找我。行，我明白了。进来。这他妈是什么日子？这是。叔啊，今天是你有什么事儿？啊，叔啊，还是刚才跟你说那个事儿，就是那个菜地补偿的事情。哦，这事不是让你找传家了吗？我找那个传家哥了，传家哥说，协议已经签了，这个钱账两清，他就那个一概不管了。是啊，协议是你们看清楚才签的，不看清楚也不会签呢。再说你爸找我的事我也给办了，你还有什么事儿？但是这个6万块钱是这个签完协议以后才出的事情。6万块钱啊，哪儿又冒出6万块钱来呀？协议都签了，还省事儿？那你要是要8万，我也得给你呗。一个个的太贪得无厌，啊！为了你们的事情，我还专门跟集团公司和村委会打过招呼，要照顾你们，给你们的都是按最高的补偿标准。这胃口还越养越刁了，为点钱脸都不要了。小的来碗，老的来，老来碗，小的来，一个个你们算什么东西？不是叔啊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我爹又没惹你。再说这个人家找我们要钱啊。谁找你找谁，跟你找我干什么呀？我照顾你爹是因为我看他年龄大的份上，你一个人起哄，滚出去！
不是叔，你咋这么不讲理呢？你让我找传家哥去，传家哥不管，让我找你，你又撵我走，你俩这推来推去，你这不是耍人的吗？放屁！我一天到晚这么多事情，我有功夫耍你？小兔崽子，滚！我就不，你今天不给我个说法，我就不走。你滚不滚？我滚！哎，幸福，你不是腰闪着了吗？没啥事，你回去歇着去啊。我贴了膏药，已经好多了。哎，帮着补补花生吧。爸妈，咋这么急呀？出事了！咋了？我哥让万书记给踢坏了。啊？人呢？人在哪儿呢？就是从卫生院呢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